没见过这样牛的小伙子，就为了实挺合适的梦，用了2年半砍了好几百棵雪松，用双手造出了心里梦想的小屋，还是靠大自然的赠予，过起了自己种自己吃的日子。18岁的李克一毕业，就给自己办了个提前退休，一个人闯荡无人的荒野，从冬天忙到夏天，光是准备木头就花了他好几个月。想到后面要干的活，随手整了2个工作台，地基稳了，房子才牢。为了房子能传3代，李克借了2大爷的板车，拉了好几车石头和水泥，用水泥和石头黄金配比，浇了4个大水泥柱，然后又堆了石头地基，这样至少能抗下大风。刚毕业买不起电锯的他，只好使出传家的手艺，用许多木屑一起用力把原木劈成2半，这样放在水泥柱上就能做最底层的木基。接着用圆规一量，按线砍出原木的槽，中间再垫层苔藓，苔藓能增强抗寒。用麻花钻打通木头的经络，再插根木屑固定。这种传统木棱房，冬暖夏凉又结实，传3代绝对没问题。雨天干活心情差，水塔多看他一眼，结果成了屁店。没了水塔，湖面静多了，但好像也少了一些乐子。墙越建越高，弄个辅助装置就非常有必要。有了这玩意，建房速度明显快多了。连续干重活，18岁的他也有点吃不消，决定休息下吃点啥。升起石头篝火，煎个面饼，烤点培根，加点果酱，简单的吃一顿。又去河里游泳放松，太累了出现幻觉，感觉水里有声音。休息好了，继续建房子。18岁就是强，这体力真让人羡慕。沿着木桩上的木棍，一口气切好几根横木，然后在原木上锯好一排切口，撬棍一撬全部撬开，把撬开的平面整理一下，原木翻过来扣上去，小木窗的样子就出来了。弄完这些，这才想到自己还没留门，有开窗的经验在，这不就简单多了。用和窗户一样的原木卡在门框上，这样进出就方便多了。房屋墙体基本搭好，接下来李克打算上梁，每根横梁都刻个凹槽，用同样的木刻棱结构固定，坚固又美观。也不清楚这是不是当地的习惯。李克拿出几枚硬币放旁边，然后才把主梁最后的木屑钉上，可能是当地人的一种祈福。不知不觉，李克的木屋已经到了封顶阶段。身心疲惫的李克还记得种树苗回馈大自然。封顶前，他先标记好记号，然后在木梁上砍出卡槽，木板就能完美契合屋顶。靠近木梁的木板都被斧子削成相应形状，确保木板严丝合缝。门廊部分也盖上木板，以后收拾猎物也能避雨遮风。木屋上铺防水布。李克打算先是睡一晚，第2天大雪纷飞，天气就像冬天一样。爱冬泳的瑞典人当然不会错过这机会。李克乐坏了，洗了冷水澡后，开始给屋顶铺保温棉。巷子间留好的缝隙，只要把保温棉放好，剪些小块填缝隙。虽然保温棉价钱高，但防火防寒值得。再铺层泡沫瓦片，最后用木板密封。这波操作效果满分，房屋保温效果好。虽然花费不菲，李克确实心疼，为了保温，也只能舍得花这钱，把那些参差不齐的木板锯掉。这下子木屋的颜值提升了不少。防水工作，李克请哥哥来帮忙，哥哥在这一块很有经验，给他买了那种自粘型的沥青布，撕开胶条木屋就能自动粘上，最后用木条交叉固定，保证稳固，这样也便于瓦片的安装。天气逐渐变暖，他打算开荒种点蔬菜。瑞典北部冬天长达半年，山顶的积雪常年不化。面对这种恶劣天气，李克选择的都是耐储存的蔬菜，主要是土豆、洋葱这些，当然还有其他时令蔬菜，这样就有了食物来源。建个地窖储存这些食物很必要，这就成了必须的事。在房屋下面挖个1.5米深的坑，那些搬不动的巨石，李克也有办法搞定。在石头上凿2个孔，放进2个铁楔，敲几下巨石就分成2半，水泥石子加水搅拌，倒进模具里，中间放进自己编的钢筋网，晾干就得到混凝土砖。用这些水泥和石子做底，用混凝土砖搭建地窖。狗子在旁边当监工，为这家也是尽心尽力。垒到地面高度平齐，搬板子盖上地窖封顶，开始搭建地板。地板下铺木屑，这样做可以防潮。实木地板优点多，坚固耐用又舒适，冬暖夏凉。用木板做成地窖盖，安上荷叶试试手感，最后用铝合金做边框美化。为方便进出，觉得必须得有个梯子，用麻花钻打孔，依次安装横木，把打好孔的另一面镶嵌好，放进地窖试试看。虽然一个铁钉没用，这牢固性绝对靠谱。傍晚时分，李克准备带狗子出去打猎。野猪通常傍晚或凌晨最活跃，搜了半天也没找到野猪踪迹，倒是捡到几个野生蘑菇，这算是小小的安慰。天渐渐暗了下来，只好先找地方歇歇，明天一大早再说。北瑞典有极昼极夜的奇观，晚上10点天还微微发亮。李克找了块大石头下面的缝隙，就在这儿过夜，铺了层软树枝，点起篝火取暖。今晚没打到猎物，只好烤些蘑菇充饥，草草吃了口，抱着狗子就睡。天还没亮就醒了，
没睡够又继续打猎，一枪想穿破森林静谧。李克成功了，打到一只野猪，回来马上处理猎物，去掉皮毛和内脏，留下耐吃的部分，其他的全扔烟熏炉里。熏好的猪肉能存很久，这就是冬天的蛋白质来源。无聊时，李克带狗子闲逛，偶然发现座空木屋，屋顶瓦片破烂，决定拿来用，给自家屋子加点料。瓦片挑好摆好，瓦片焕发新生。省事的他到树林剥化树皮，房顶四周做防水，弄完后屋顶严严实实。接下来打算做复古大门，手艺人的做事风格，做门框都不用电动工具，门框装好了，用同样办法做几块木板，门用木材都碳化一下，碳化木板满满复古味，木板拼出门的样子。门上设计了个独特猫眼，方便看是熊还是人，佩服他的手艺。自己做了几个大复古钢钉，热乎的钢钉钉荷叶，锯下爷爷拐杖顶碳化，钉在门上去掉多余，一个复古风十足的大门完成了。忙完这些，李克想先给自己弄点吃的，先搭个简易的装置去接点枫树枝，这枫树枝糖分超高的，补充下糖分正合适。然后去糊了点面，直接扔火上烤，等的时候去挖了点苔藓，拿回来塞门缝，把烤好的面包从火里拿出来，看起来这个味道应该挺不错。再煎俩野猪肉片，毕竟小伙子还在长身体，蛋白质得补足。渴了就喝点刚才那糖浆，真香。吃完饭在门口胡思乱想的小伙子，觉得自己的形象得整整，直接来个大光头，然后带着狗子去河边，在河里游了会，回来觉得单靠火堆做饭实在有点对不住自己的手艺，开始准备自己搭个灶台，还是老样子木头架子，要把徒手技能用到底，中间的缝隙塞满沙子隔热，用水泥和砖头砌个表面，防止做饭时把灶台烧了。最后放个大煎锅上面，这灶台也太有饭了，熏了几天的肉，配其肉色泽诱人，看得我都想咬一口。瞧瞧李克家的储藏室，地下室里的储备也不少，他已经准备好在这个冬天起飞了。今天是李克待客的日子，面子里子都要的小伙，打算做大餐款待家人，用木板树桩拼了桌椅，固定好后把桌面曝光，弄了个能坐20人的大桌子，然后准备给家人弄点喝的，提桶去摘些野花，切点柠檬放进去，把枫树枝加热提纯，倒进桶里搅拌均匀，放地窖里冷藏。狗子似乎也想喝一口，等待间隙把手工汤勺叼出来了，凉了之后用纱布一过滤，装进瓶子密封好，手工饮料就这样做好了。为了好好招待家人，又采了些野生鸡油菌。鸡油菌是世界4大名菌之一，味道真是鲜美极了，闻着都是浓浓的奶香。又摘了些浆果做果酱，土豆也熟了，挖了些洗干净带回去，开始大展厨艺。新鲜食材简单做法就很美味。李克在忙厨房，家人也到了，跟表哥来个大大的拥抱后安排大家坐下。快乐很多时候就是要分享，一家人乐呵呵的，看着心里就暖和。瑞典11月已经雪景银装，冬天早早来到。李克在坐雪橇车，准备带上狗子，开启一场冒险旅行。把零件组装好，把棱角修平打磨一下，刷层木蜡油装饰一下，最后装帆布防丢东西，雪橇车就完成了。决定出发，一人一狗的旅行就开始了。目标是山下湖边，李克要钓鱼做烟熏鱼，用冰钻钻15公分冰洞，马上开始钓鱼。很快就来了第一条鱼。说真的，设备再好不如资源多，这资源好到我感觉我上也能行。钓的都是野生鳟鱼，这种鱼国内卖的贵，很快就钓了不少。看来李克很知足常乐呀。天色已晚，打算今晚就在这过，回帐篷和狗子抱团取暖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俩准备回家。这极地风景真迷人，刚到家还没歇息，李克赶紧处理鱼。烟熏鱼能保存好长时间，存着过冬真是太棒了。李克累坏了，就跑到邻居家的桑拿房，点上柴火开始享受汗蒸。蒸到外面天都黑了，觉得还没爽够，他又跑到河边，拿斧头把冰敲开，干了个让我目瞪口呆的事。难怪外国人那么少。回来后在雪地上滚了一圈，浑身是雪，又冲回桑拿房。这一番折腾让我想到一句老话，小伙子睡硬板床都靠火烧的网。到底什么样的博主能让全网亿万用户来回刷，在一片无人的荒野盖起豪华的木屋，还建了个温室大棚，解决了水电问题。他可是建房界的顶尖存在。肖恩·詹姆斯，55岁的肖恩和他的爱犬卡利来到了加拿大北部的无人区，开始了建房的旅程。虽然没设计图纸，但肖恩的脑海里已经有了理想中的房子模样。肖恩打算建的房子主要是用木头和斧头完成的，标准的很整齐，所以大家都叫它木克棱房。建这房子得用好多木头，所以一开始就忙着砍木头，花了好大一番功夫，找了个风水好的地方。肖恩说要干就干，先把建房子的地方整出来，拿起铁锹就是一顿猛干。虽然年纪不小了，但多亏了肖恩平时锻炼好，铁锹挥得风生水起，一点不比年轻人差。很快就挖好了房子的地基，地下室的位置也预留好了，地基用的木头都经过了碳化处理，提高了木头的稳定性，不容易变形，还防腐防虫。
这样的地基能让木房子百年不坏。接下来就是反复那一套，把木头钉得牢牢的，一块块送到对的地方，木头一根根堆起来，地基慢慢露出形状。这地基的质量啊，李嘉诚看了肯定得说牛。地基间得用扎带固定牢，再用木板把框架四周封起来，防止小动物乱闯。外面要加防水层和保温板，这样才能舒服过冬。地下室要堆满冬季食物，所以防水保温特别关键。为了将来方便用水，肖恩在地下室弄了个1吨的水箱。接着肖恩拿起小铲子开始回填地基，把四周土回填完，地基顶部也要盖上碳化防腐涂层。肖恩做得很仔细，30厘米长的钢钉穿过木头，拿出工具忙活起来，木梁之间接得密不透风，这样房子更结实耐用。毕竟这房子是肖恩晚年的家，对房屋质量非常讲究。地板框架之间固定得很牢，预防地板日后变形。地板是纯手工打造的，走路感觉舒服又结实，重点是完全无甲醛。肖恩铺地板的功夫，就连强迫症都要夸赞。还记得铺防水布，防水又保温。地基旁边搭了临时台阶，方便后续工程。这样肖恩的地基就封顶了。地基工作基本完成，清理完现场，肖恩准备吃点东西。木屑成了点火的好帮手，煎牛排配土豆，切点辣椒和西红柿，搞3个鸡蛋，撒点黑胡椒，简单翻炒一下，意式蔬菜煎蛋就可以上桌了。卡莉也有份，他们家宠物的待遇也太好了吧，真的跟家人一样，难怪卡莉每天都乐呵呵的。除了伙食外，其他方面也很到位。饭后带狗狗到小溪边放松一下，为明日的建设存点精力。这一刻人与自然的和谐展露得淋漓尽致。地基搭好的肖恩悄悄砍了81根建房所需的木头，堆在地基周围。看着这些重达几吨的木头，肖恩感觉来个滑索系统很有必要，要不得找外人帮忙搬木材了。有了滑索就方便多了，木材运送顺滑无比。房子的主体全用实木堆砌，为使木头更紧密相连，把木头一端锯成平面，用尺子量好角度，标上记号，拿出锯子斧头就是一阵忙活，锯出凹槽，通过毛榫紧密结合，紧密的拼接在一起。肖恩又去采集了些苔藓，这可是天然保温材料，将它铺在木头平面，把整好的第2层木头盖上，用木桩固定，将2块木头钻通，再用木楔子打进去。这种木结构房屋结实耐用，4季宜人，传给3代都没问题。加拿大的冬季，企鹅来了都得寒冷，北极熊来村里也得求人送件羽绒服。肖恩更注重材料和工艺，苔藓也是不惜成本的田。加拿大春天天气多变，随时可能暴雪，他建的房子耗时较长，暂时还不能住人。肖恩不想变成冰雕，立刻决定搭个临时避难所，计划好要用的场地，拿来房屋建设剩余的材料，用钉子固定的牢牢的，防止年轻人搞破坏。后面再钉一排木板提升安全性，铺好防水布，一个简易的避难所就搭好了。对于这种简单操作，肖恩只想说一句：基本操作别搞砸了。肖恩加快施工速度，这场雪耽误了不少时间，肖恩的动作明显加快。之前预留的门框终于用上了，顺便也把窗框装上。门窗一装好，立马有了家的感觉。随着墙壁逐渐垒高，肖恩的老腰也感觉跟不上墙的高度了，所以他打算搭个脚手架，毕竟还有好多活得干，不能让腰椎像手艺一样突出。肖恩搞得叮叮当当，脚手架也快弄好了，成品试了试，好用的不行，这不是天才是什么？有了脚手架帮忙，再给木屋加添木材，就不用那么费腰了。但这横梁真让人心惊胆战，要是出点岔子，全村得停电。说真的，肖恩对尺寸的把握，老木匠看了也得点头，挑的是百年雪松，毕竟他计划卧室建在2楼，绝不想半夜上天堂。屋顶的木板厚达3公分，反正是白给的最好不过。加拿大的5月天气正好，肖恩建得飞快，幸好这木材不花钱，不然这烧法退休金都不够。木屋在天地利之势下快展现出样子了。休息了一夜的肖恩继续搞屋顶，因为昨晚的体验太差，肖恩想快点搬进木屋，干活也更卖力了。木板铺好后，木屋颜值又上了一层。木屋容易潮湿，所以得好好防水。肖恩不图墙壁长蘑菇，自粘型沥青布，撕开胶就能贴紧，把烟囱的地方预留好。沥青布层层叠加，把屋顶全盖严实，让屋顶水滴不进。拿来昨晚买的腌肉，塞进预留的孔，盖上小帽子，外头的活算是完成了。连接上2手市场淘来的壁炉，今晚就能在木屋里生火做饭了。闲逛的肖恩在后院瞅见2扇被丢的旧窗户，一量尺寸正合适，立刻决定收为己用，拿回家对准窗框，安上密封条。另一扇也迅速装上，擦去灰尘，真是亮瞎眼。肖恩看着自家窗户特别满意，翘着2郎腿洋洋得意。肖恩自我陶醉时，卡莉发现了新玩意，可位置太高了，卡莉打消了独吞的念头，心想有你养我真是走运，只好找肖恩来帮忙。卡莉自顾自回营地了，捕猎的活就交给肖恩，高级食材简单处理就好。
撒点烧烤料反复烤，炭烤美味新鲜出炉，分到的那分量少的，让卡莉不停抱怨肖恩小气。吃饱后继续建木屋，壁炉下面铺层石棉板，再铺满大理石地砖，这样组合才安全。壁炉长时间烤也不怕，这荒野若起火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提前量好的木板截去多余部分，搬进屋里开始铺。实木地板的好处多多，冬暖夏凉又耐用，国内卖的也不便宜。接着肖恩加固几根顶梁柱，用滑索把原木吊顶，在梁上砍出凹槽，原木卡进去，再找几根差不多粗细的木头，底部钉上螺丝钢脚，顶端也刻凹槽，用铁链固定在横梁下，转动螺丝固定立柱，螺丝上调整立柱位置，立柱完美固定在横梁下。同样方法装其他立柱，这种方法装的顶梁柱，光看就感觉安全满分。忙了一整天的肖恩挖了些野生马铃薯，虽然这马铃薯不大，数量还算挺多，去了皮就和普通土豆差不多。先用路油抹锅，倒进土豆开始煎，加点之前剁好的鹿肉，再撒点调料，盖上锅盖慢慢炖20分钟，味道好到隔壁小孩都馋哭了。鹿肉炖土豆大功告成，想冬天也能吃到新鲜蔬菜。肖恩召集家人来帮忙搭棚子，先把地方整理出来，地上铺一层小石子，大棚里要装自动浇水系统，石头帮助水分渗透到地下，避免大棚里积水。木料都是提前准备好的，拼起来特别简单，大家忙得不亦乐乎。狗狗却在一边呼呼大睡。二胖看不平衡，决定找事给他做，把木箱拼好，一个接一个的组装成底框，框里塞满了保温棉，确保大棚保温效果好。人多力量大，这时候优势明显，大棚框架很快就搭好了。把这种半透明塑料片安到框架上去，这塑料片能提高温度，又不至于太热。水系统是温室必备，用2片不锈钢焊成主体，底下填点粘土，再铺层泡沫板，外面覆盖防水布，修整边缘后装上框，用抽水泵连上小溪，为水系统注水。原木劈开钉在板上做栅栏，注意不要影响外观，把管道藏在栅栏底下，均匀铺好粘土，种上喜欢的植物。水系统也要利用起来，养几条自己喜欢的金鱼。温室大棚被肖恩玩得溜溜的，再进一步提升房子的格调，把门框外面用高温碳化的木板包起来，看着那空门框，接下来要开始做木门了。拿几块木板拼出门的形状，边缘涂上白乳胶，门板固定好定型，再用螺丝钉上几块横木，中间斜切木板填充，看起来有些复杂，搭配整整齐齐的门板，让木门看起来特别有格调。当然碳化处理少不了，碳化后的木门涂层木蜡油，木蜡油突出木头纹理，增加木材使用寿命。觉得还差点意思的肖恩又去林子里剥桦树皮，用壁纸刀裁好，贴到木门背面，木门装上荷叶。经过肖恩一番折腾，木屋散发了一种自然粗犷的美。今晚终于能搬进新家了，他迫不及待拿来床垫和睡袋。一天忙碌终于结束，实现大棚自动灌溉。肖恩动用养老金买了移动电源和小水泵，裁剪 PVC 管安装接口，连接水泵给管壁打孔，开电源试试效果。水喷的比小孩尿的还远，接上打孔的软管，铺到花坛里，以后花坛灌溉就不用愁了。山泉水养鱼，鱼粪直接浇花，鱼菜共生系统可真是强大又方便啊！担心冬天溪水结冰，肖恩还准备挖井备用。不知道你们小时候见没见过压井？压井靠杠杆抽水，反复下压杠杆就能抽出地下水来，甚至几十米深的水都能抽上来，只要一点力气就能弄到新鲜的地下水，功能非常强大。几个月后，加拿大入冬，外头冰天雪地，大棚里却暖洋洋。肖恩要采摘点蔬菜，蔬菜长得真不错，收获的快乐溢于言表。自种的蔬菜吃着放心，没有科技感，只有自然，主打全是绿色环保。在荒野里想通电，最佳招数肯定是装太阳能板。意外的是，肖恩不光木工技术一流，弄电线也是手到擒来，真的是个全才啊！电一通，生活品质直接上了一个新高度。但在这偏僻的森林深处，有时候还是觉得有点单调。骑着心爱的小摩托，肖恩打算去湖里钓鱼，到点了用冰凿开洞，直接放干就等。不一会儿就钓起第一条鱼，鱼不大，但积少成多也是肉。这回的感觉好像有大鱼的架势。经过几分钟的缠斗，这鱼终于上了岸。这种鱼在加拿大还挺贵的呢。钓到大鱼的肖恩决定就此收手，回家烧油才是大事。说做就做，肖恩一回家就开始忙活，马上就把火升起来。鱼处理的一塌糊涂，比弄木头还要糟糕，鱼头鱼骨全都利用起来，弄个鱼汤也是滋补。锅热了放鱼片，这么新鲜的食材少放点盐就行。这小子急不可耐，还没熟就偷尝一块，看得我都想帮忙尝尝。但看肖恩的表情，我能猜到那鱼味道如何。鱼头鱼骨炖的汤，光看颜色就知道很棒。通水通电的木屋别墅，大棚长势喜人，出色的狩猎技巧，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，真是让人羡慕的生活。这妖牛的男人真少见。为了给家人个温馨的家，
花光积蓄买下整座山，砍了500棵大云杉，自己动手花了4年，把荒地变成了豪宅，内部设施堪称艺术品。尼克今天行头，明显他今天有大动作。没错，他打算把森林砍个干净，自家山头自己说了算，木屋得盖得宽敞壮观。他今天盯上的是这棵百年云杉，这棵树根宽达3米，站上去的尼克显得特别渺小。尼克举起油锯，准备从侧面开始锯。云杉树干挺拔高大，枝干稀少，质地轻盈。如此粗壮的云杉，枝干粗就手臂那么细，真是难得的好材料，拿它来做房梁正合适，搞不好能支撑起高楼。接下来尼克开始分段，一锯下去似乎没啥感觉，尼克的油锯似乎略显吃力，反过来再补一刀才算完成。渐渐地将大树锯成几段，最后攻克了复杂的树根部。现在这造型看着都不知道要锯到哪儿，树根一旦倒塌就完事。尼克警惕地在最后一刻用尽了全力，大树纹丝不动，好像在挑衅尼克：你有本事吗？硬汉尼克当然不甘示弱，接连补上几刀，后退的步伐略显犹豫。尼克拿出秘密武器，用铁链固定好云杉，把木材一块块拖出，一棵云杉就得到8段木材，树根就暂时放这儿，以后用来做菜板也挺好。拖走树干，顺便叫上家人，一边体验自然一边帮忙整理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尼克陆续搞来了好几百棵云杉，幸好他买下了整座山，否则这砍法早坐牢了。他选在冬天不是无缘无故，从冬天到春天，木头随着温湿度变化，春天树皮容易剥落，还能尽量避免开裂。木头太大了，尼克就搞了个滑轨系统，省了不少力气，光包树皮就用了1个月。不过在这环境下，包树皮还挺享受的。斯洛文尼亚4月天，大雪又把冬天带回来了。今天尼克开始动工，挖地基得弄好，所以他们专门去学了点技术，顺便给表哥表演了学的中国功夫。表哥这才同意借挖掘机。房子的柱子得水平对齐，买不起水平仪，用水管代替。木棍上标好，去准备材料。回工作室焊了些钢筋框，接着又用木板做了木箱，还弄了台2手搅拌机和水泥，把水泥倒进粪坑，扔点石头省点成本。钢筋嵌进木框里，中间再加根螺纹钢，这水泥柱可结实了，真是坚不可摧。休息了一夜，木材终于来了。油锯简单切了3根原木，插根锯螺杆连起来，拧紧螺母，用拖拉机抬起框架，钉几根横木，脚手架稳如磐石，电钻在原木上打孔，插根钢筋连起来，侧边加4根支撑柱，主体上螺栓连油丝绳，一拉就成了起重机，轻松吊起几千斤木头。终于到搭建木材的环节，电锯原木一劈为2，两边切成马鞍形，中间再打个洞，起重机加地基的螺杆在上面活动也很稳当。调来另2根原木，精确测量标好，锯出配套的槽，完美对接，结构与以往不同，形似马鞍得名，比木克棱厚度多。里面用的是小号原木，支撑起来表演也行，让墙体之间连接更紧密。在原木上挖了一个长凹槽，传统做法是填苔藓，尼克却用海绵代替，绝对不让风声漏进房内。不用起重机搬这些重木头，光靠人力真的太难了。尼克得仔细打磨每一根木头，确保接触面误差最小。接下来就是制作更多墙体，看起来简单，背后却是无数汗水和寂寞。从春到夏不停的忙，墙壁也只有2米高，墙越建越高，很多活一个人做不来，尼克就叫弟弟来帮忙。弟弟来了以后，建房速度快多了。为了更好建2层，两人搭了个临时平台放木头，忙了一整天，把木材都搬到平台上。看着开心的弟弟，忍不住抱了抱他。现在这个高度，原来的起重机不够用了，回收的木头还能用。把平台上的木头全部搬到顶上做房梁，用木克棱连接，1层框架终于搭好。这种精致又随心所欲的感觉，真让人向往。方便后续建设，尼克随手搭了个木梯，又拉来一车木板，准备封顶1层。有了木板就不怕了。尼克还特意弄了螺纹钢，穿过墙壁加固房屋。大雪提醒尼克，已经忙了1年，该带弟弟放松放松了。回来准备先开个门，按木板形状简单切割。这1年的经历，让弟弟能独当一面了。然后开始给门廊加承重柱，要防止下沉得用框架支撑水泥柱，水泥固化后用电钻来开孔，然后安装2个螺杆。考虑到承重柱很关键，尼克选的是之前砍的百年云杉，用滑索把木头卡在房梁下。在这样的美景下工作，真是一种特别的享受。这么气派的承重柱，安全感直接满格。接下来开始搭建屋顶，和弟弟一起搬来2根原木，用油锯在木头上划1刀，用麻花钻打通任督二脉，安装螺杆让它们永远连在一起。接着用集成结构安装支撑柱，照样用螺杆牢牢固定，然后就可以安装梁了。巨大的房梁非人力所能及，只好用拖拉机来处理，用铁链把房梁固定好。机智的尼克还做了个滑轨，防止房梁移位。折腾半天，终于把房梁放好，最后用螺纹钢加固，看着成果也是值得的。接下来的日子，2兄弟就忙着制作房梁。制作这4根房梁花了10几天，
用木板再加固房梁，再次加固很必要，毕竟房梁是关键。看着10几天的成果，成就感溢于言表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尼克又开始工作。今天家人来看望，尼克也是干劲满满。尽管累，但看到可爱的女儿，所有烦恼都消失了。今天要给屋顶加标条，尼克的标条规格略大，住起来放心。安装还是挺难的，要小心可能会有缝隙。有了第一根的经验，后面的建设也快多了。陆续完成标条搭建，准备开始铺屋顶板。全家动手速度飞快，这狗粮撒的我有点措手不及。尼克都没想到女友有木工天赋，很快就铺完了半边屋顶板。接下来先铺防水布，45度斜坡挑战不小，但尼克面前从不畏惧。完成下半部分的屋顶板，剩下的防水布也是在两人甜蜜配合下，很快全部铺好了。尼克舍不得女友太累了，叫上好兄弟帮忙当帮手。最后几块木板装好，小屋顶上终于加上金色的装饰。接下来准备装个窗户，在墙上和梁上刻槽，把切好的木条卡进去，再做几根相同的立柱，横向再加几个隔板。尼克的手艺真是了不得，鲁班看了估计得掉泪。留出窗户的位置，这面墙开始加木板，顶上也留了2个小窗户，增加点自然光。外面木板再附一层防水材料。尼克开始做窗框，每块木板都精确测量，确保窗框拼合的天衣无缝。顺便教儿子点木工技能，不想让儿子总是撒娇，觉得这窗户采光不太行。另一面打算做成落地窗，以后2楼晒晒太阳，看看景色也美。尼克打算自己也放松放松，手上拿着篮子去采花，当地叫这花茶药草，国内可能没人知道这玩意。带着女儿去开辟荒地，准备弄个菜园。5岁的小女儿也挺能干，摇晃着推着手推车，撒点种子和土豆，一家人一起享受亲子时间。菜园周围还得围个栅栏，免得野兽来糟蹋。这样的生活真心不错。时间不知不觉进入深秋，必须赶在冬天前把房子密封好。尼克不想在有风漏的环境里工作，把一些细节完善了一下。定做的窗户也送到了，把荷叶装上，把窗户安到该安的地方。窗户装好后要给墙体保温，岩棉保温性能超级好，高温也能抗得住。虽然价格有点高，但为了幸福生活都很值得。1楼地板也得来整整，手工的云杉木地板，主打环保零甲醛，搞到第2天清晨才装完。一觉醒来，外头已经雪花满天。今儿打算和家人放松放松，回来后弟弟又被拉来帮忙，长时间暴雨暴晒，让木头都黑了，只能磨掉那层发黑的，再来一层木蜡油。这种古朴的感觉真是满分。既然整座山都是咱的，那就得把优势用足。云杉木生长慢，木头硬又不容易变形，轻盈得很。做地板真是极品。屋顶保温，尼克也费了不少心，先搭个木条框架，塞满岩棉，暖气管也不好，最后篷布和木板一密封。这操作做下来，热炕头稳了。为了不浪费空间，2楼打算改成3室1厅，最顶层的房间让小女儿住。这手艺至少练了2年半，几根原木用铆结构连一连，方木隔开中间，用厚云杉木板盖顶。既然是女儿的房间，自然也得让她参与。喜欢这边的教育方式，从小训练独立性，让她自信独立，用木板封顶，这就是她的温暖小窝。屋顶还得铺瓦片，木条交叉做挂瓦条，这高度我看着都怕，拿来彩钢瓦，一片片铺上去，仿瓦片的样子和木屋挺配。可能觉得光线不够，尼克1楼又开了3窗，一家3口甜蜜合照。骑小毛驴带家人买新窗，迫不及待装上。虽然双层窗不便宜，效果确实满意。外层再来层云杉木板，显得更豪横，增加点逼格。再来层木蜡油，看着真是像回事。女友看着尼克那么拼，心疼得很，自己也加入用木板装饰墙面。俩人一起规划着甜蜜的小窝，向着共同的未来努力。尼克又对院子的树根来了兴趣，先来段飞斧表演秀技术，拿起斧头就对树根下手，把树根里的泥土清理干净，剥去树皮，稍加整理，弄得比买的还要好看。打算用这树根做楼梯转角，先造个云杉木的实木框架，把框架固定到树根上。如果一切顺利，这可能是尼克最后一次爬梯子，但总是在关键时刻出岔子。一不小心，尼克差点摔坏腰，看来得加快楼梯进程了。在上面镶嵌厚实的钢化玻璃，我看这造型改成麻将桌挺合适。用2根原木支撑楼梯，原木中间刻槽镶地板，拿云杉木做了些板，刷上木蜡油，精心抛光，逐个安装到承重住的缝隙。第2天又到森林找树根，锯下2节回来加工，用来做楼梯底下的台阶。最后再对树干抛光，做成楼梯的扶手，简单装饰一番。这成品效果可以称为楼梯界的极品了吧。明天家里人要在木屋里过第1个圣诞，他们还和女儿一起做了一棵圣诞树，家庭氛围温馨又欢乐，看着真让人羡慕。尼克为此还大出血，买了个新壁炉。下一步是装壁炉烟道，贴布防木屑飞溅，用链锯在墙上开孔，把烟道一个个接好，晚上就能过个温暖圣诞夜。孩子们好奇地围观，看爸爸点燃壁炉，全家围坐壁炉前，
享受这份温暖。尼克心情好，带家人在门前燃放烟花。圣诞节的同时，也庆祝咱们新家的诞生。圣诞没能在新家吃火鸡，尼克对这个也挺遗憾的。第二天就忙着准备厨房了，先简单拼了厨房的立柱，定制的水槽也送到了，试装一下尺寸正好。厨房台面没用云杉，换成了大块的胡桃木，电钻手上木板打孔，用厚钢板连起来，拐角得好好切割一下，2块板就能紧密贴合，切出燃气灶和水槽的位，再来一遍打磨抛光，刷上木蜡油突出木纹，安装水槽和燃气灶。比云杉、胡桃木颜色更温润，纹路细腻，当然价格也高不少，不过成品效果真的值。真没见过这样牛的男人。用巨石做房屋地基，收集超过50厘米直径的雪松，花了2年半的时间，就为打造个温馨的木屋。正式搭建前，小帅和爸爸从冬天开始收木材，每根木材直径都5厘米以上，这样的房子才拉满逼格。过程虽枯燥，想想目标还是满满的干劲。无聊时还能自娱自乐。光准备木材，小帅花了好几个月，终于凑齐了需要的木材。地基的位置和高度都得精确测量，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先谋后动，这样建的房屋安全隐患零。准备就绪，小帅一激动就开干，他那年轻劲儿真不是盖的。儿子累了，父亲就接替一会儿，爷俩一天的努力，最后还是用上了挖掘机。挖掘机一来，速度直接飙，地基大坑很快就挖好。拉石块填充地基，固定地基用的巨石，我觉得有点过头了，每个巨石都10几20吨，9块巨石排在地基四周，开始在巨石上打孔，看起来粉尘飞扬，但巨石内部其实挺湿的，湿到足以让铁制品生锈。多亏老爸出的主意，把蜂蜡涂在螺杆上，然后把螺杆插进孔里，把蜂蜡倒进去密封，生锈问题就这么解决了。不过这蜂蜡也不便宜，价格有点小贵，小帅很是心疼，按照方法处理剩下的螺杆，然后用混凝土找平表面。终于到木材登场的时候了，为了更好切割木材，小帅花了不少钱，买了台便携式木材切割机，效果真的杠杠的，切出来的木材简直完美，平整得很，平的没话说。在木材上刻凹槽，修整后用电钻打孔，这时候得装个滑锁系统，用滑锁把木材挪到位，对准螺杆安装，木材就稳稳固定在地基上。为了保证后面工作顺利，小帅赶紧搭了个脚手架，有了脚手架真方便，木材运送也容易多了。很快底层3个木基完成，接着小帅搬来切好的木材，在地基上再刻凹槽，翻转原木就能完美卡进去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爷俩再次投入工作，感受了一把加拿大北部的冬。不知南方的朋友们看到这会是啥感受？至少我看着都觉得挺凉快。清理完地上的积雪，继续昨天的工作。半天时间搭完剩下的原木，地基工作算是完成。地基搭建用了不少木材，剩下时间爷俩准备再收些木材。冬天是收木材的好时机，运输简单，还防木材开裂虫害。累了就围着火堆休息，饿了就简单吃点东西。饭菜虽然简单，但看着也很香。地基上的第1块原木终于到位了，父子俩全力以赴，努力搞定这个大家伙。动手切割前，小帅精心测算了一番，还特意做了标记，先用电锯照着标记切开，用斧头劈掉多余的木头，再用电锯细致打磨，每块木材都得反复调整，确保接缝紧密无缝。木屋地基和地面得有至少45厘米高，这样木头才不容易腐烂或被虫蛀。再上一层原木，按原来的办法切好，然后翻过来固定中间的木头，这就是基本的木结构。下一步是做门框，因为拖拉机出了问题，只能靠人力搬运木材，显然这不适合老爸。幸好有切割机帮忙，小帅只需把木材搬上架子，简直事半功倍。花了半天时间，终于凑齐了门框所需的材料，可以开始做门框了，顺便一起做窗框。这活不用老爸指导，小帅自己也能搞定，很快就组装好一个门框。正忙着的时候，天开始下起雨。考虑到加拿大漫长的冬季，工作效率低了很多，小帅还是冒雨继续。雨停后，门窗框都做好了，剩下的工作还得老爸帮忙。门框底部找平，小帅在一旁学习。门框安装好，钉上钢钉固定，加上2根支柱，门框就完成了。房屋设计了前后2个通道，另一边的门框也让小帅来完成，他做的挺像样，做得非常好。房子还得再往高加一层，爸爸在一旁指导着，每块木头都非常精准的嵌合。虽说爸爸年纪大了，可他的精力还真是旺盛，加上这无人区的秋景如画，搭房子变得特别享受。原木已经堆到第4层了，接下来要开始装窗户了。一看这窗户的大小，光线进来肯定棒极了。每一步操作，爸爸都细心传授，小帅也是越做越上手，真是所谓的身教重于言传，这也是父爱的表现啊。在他们父子的共同努力下，周围的窗户很快就装好了。这次没拖拉机帮忙，小帅几乎成了苦力，所以能再次骑上摩托车，他乐得团团转。工作还得继续啊，他得做些临时地板，
免得工作时掉进地基缝隙。地板材料没再选雪松，而是选了更合适的云杉，防潮、防腐、抗磨损都行，成了地板材料的首选。地板铺设，小帅叫朋友来帮忙，3个人一起上，铺起来就顺手多了。只是木板的数量硬是没够铺完全，小帅只好骑上摩托，再次深入森林，戴上耳机，拿起电锯，在云杉上切了个缺口，沿着树干猛砍，反面再钉个楔子，持续敲击，这样就能控制木头倒的方向。这是爸爸教的技巧。看着这颗大云杉，小帅感觉特别自豪。修理掉枝节后分段，然后可以把云杉拖回营地。下一步就是切成板材，不过这板材厚度似乎有点大，看着至少5厘米厚。地板切好晾干后就可以用了。有了小毛驴帮忙，建房速度终于恢复正常。接下来要给墙再加高一层，这次的工序比之前多了个给木头切卡槽的步骤。木材两边都得切出卡槽，有了卡槽的木材就可以逐个卡进墙里，也不用额外固定啥的。这过程听起来可能有点枯燥，但对父子俩来说，这份劳作带来的满足感已经足够了。转眼间，墙高已经和门框差不多了。现在这高度再加木头挺难，只好设个滑锁系统，让小毛驴来帮着忙。顶上的木材得凿出凹槽，这样才能跟窗框完美对接。父亲在的时候一切顺利，不在的时候就得自己上。高空作业确实挺有压力，但这段时间锻炼了不少，小帅也能独当一面了。考虑到安全，他又额外订了一颗30厘米的大钉子固定，这下墙体算是搭好了。下一步是搭横梁，在墙顶开凿凹槽，横梁就能稳固的卡上去。他们既是横梁，也是2楼的地板框架，一共放了5根这种木梁，还用2根原木来支撑，再用木板把它们固定稳当，确保即使在上面活动也稳如磐石。没在建房的时候，小帅忙着收集木材，毕竟建个木结构的房子用的木材量真是不小，不论天气多恶劣，他也没停下建房的步伐。收集回来的木头还要剥皮，不过这活倒是挺解压的。天气一好，木材充足，小帅就准备做点能做的。先把2根原木搬到屋顶，这2根长木头将支撑起门廊，这高度上上下下确实不便，只好自己动手做梯子。趁父亲不在，赶紧把准备活都弄好。为了方便以后工作，把2层也铺了地板。搬运木材时偶然发现了几个蘑菇，当地人叫他们野鸡贝，因为它们的鳞片像极了野鸡的背。摘了几个准备回去添个餐。回到营地立马开炉烧水，水开了就下点面，加点酱油和盐，先调个味，把蘑菇切成条备用。用黄油把蘑菇煎到金黄，然后放进面条，再加点芝麻油和酱油调味，一番炒一道蘑菇意面就出锅了。看这颜色味道应该还行。吃完饭继续干活，先在地板上打孔插木楔，原木底下也做同样的处理，然后对准木楔把原木立好，这样就能稳固。这根5米高的原木要用作房屋的中心柱，墙上也打孔插根木楔。有了老爸帮忙，建房子也能快点完成。父子俩接下来要开始做屋顶，先给原木切个斜面，放到立柱上固定，然后另一边也贴上去，2端固定就形成稳定的结构。有老爸在，速度自然快。一共做了3个这样的框架，挑了根超大的原木，准备用作房屋的主梁。想把它抬到屋顶，得靠绞盘。主梁打孔准备升空，准备好后开始摇绞盘。有了绞盘帮忙，速度还挺快。父子1人1边，默契十足。很快主梁就到屋顶了。主梁一端卡到木楔，另一端用钢钉固定，这样主梁就完美安装好了。有了搭设巨型横梁的经验，接下来的横条就简单多了，只需要用绞盘把它拉到位，再拧进一根超长螺丝固定。看着爷俩忙得不亦乐乎，旁边的野生哈士奇也想凑热闹，估计是想偷师学艺，回去给自己搭个狗窝别墅吧。父子齐上阵，横条很快就搭完了，墙体的缝隙全都用铁丝网封上，防止杰瑞蹭吃蹭喝，也便于以后的挂浆密封。为给房屋加巷子，绞盘忙得火花四溅。这活看似简单，但我觉得有掉下去的风险。正忙着呢，突然下起雨来，虽然雨大，但我听见了。回家第2天一大早，还没等父亲来，他就开始干活，把房顶最后几根巷子搭上，每根巷子接触面都得再打磨一遍，让它们更好的贴合，然后打入螺丝，保证其稳固性。望板铺设，父亲只是示范一下，铺了1/4就走了，留小帅一个人慢慢搭。他也挺小心的，每次上屋顶都要绑好安全绳，安装好屋顶最后一块望板。现在远看房子已初具规模，为提高木屋档次，他在屋顶开了个天窗。这活肯定少不了父亲帮忙。老木匠的框架结构，就算挑剔鬼也得说完美。最后覆盖木板完工，这颜值绝对拉高了一个档次。小帅觉得这还不够，决定另一边也来一番。格局上得南北通透，小屋通风，应该不错。给屋顶做防水前，先铺了层胶合板，起到防水作用，密封性也很棒。接着才开始铺防水布，临时决定给边缘加上一排方木，这给防水布铺设增加了很大的安全感。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，父子俩配合默契铺设很快就完成。
铺完，他立马在上头开了个洞，是为烟道流的接口，还得炫耀一下自己的帅气。红彤彤的枫叶告诉我们冬天快来了，这意味着他得赶紧把房子保温做好。小帅正悠哉地拉着一车泡沫板，一边开着方向盘，一边玩着无人机自我陶醉，完全沉迷在自己的帅气里。开拖拉机慢悠悠的，自恋虽好，工作还得继续，毕竟颜值是不能当饭吃的。就像我现在坐在电脑前狂敲键盘。铺保温层真的挺简单，只需铺整齐封好胶带，再用木板交叉固定一下，天窗部分也照顾到了。现在就等彩钢瓦到货，屋顶就能铺好了。他居然没买彩钢瓦，却开着辆坦克回来了，看来是抛弃了，把小毛驴换成了新欢。这坦克越野能力真强，估计冬天雪来的时候很有用，这玩意儿到时候能大显身手。看小帅这不务实的样子，只好我自己去买彩钢瓦了。父亲自己铺了2天，他才赶回来。铺到一半时，他先安装好烟炉，烟管部分用热熔胶封死，最后加个小帽子。今天的活儿就先这样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这一幕让他快崩溃了。网格里堆满了积雪，清理了半天，接着开始搭彩钢瓦。这小子还挺上道的。父亲在下面递瓦，他负责高处的活，爷俩把每个角落都弄得很细致。彩钢瓦铺好了，这下颜值又提升了一级。一转眼，冬天来了，银装素裹的美景让人迷醉。小坦克被他漆成黑色，运木头他确实挺给力，用切割机做了些木板，拿来封顶两侧，先在框架上钉塑料布，再用木板层层压紧密封。看这成效，他的木匠技术明显进步了。窗户的安装还是挺简单的，多亏小帅尺寸掌握得很精准，只需要点小技巧，很快就能装好。窗户装好后有了家的感觉，可这雪松已经氧化发黑，得用角磨机狠狠地磨一番。爷俩仔细打磨一番，打磨后的雪松恢复了往日光彩。墙体间的缝隙，他没选用常规的填充方式，而是用了点技术活，3分通用砂，1分N 型砌筑水泥，1分波特兰水泥。这是小帅从朋友那学的秘方，之前订的铁丝网起了大用，填缝活变得不难，半天就搞定了。小帅选的门板材料是雪松，这样可以让大门轻一些。门芯填充泡沫板保温，外面再附一层防水布，反正最后还得盖层木板，把多出来的切掉，四周再用木板一圈圈包起来。角磨机细细的磨平表面，拿些木板刷上木蜡油，安到门上，用钢钉固定，最后钉上几个铁钉，创造出那种中世纪的复古感。感觉到门的分量了吗？门厚12厘米，重达100斤，真的是大门中的佼佼者，男人心中永远的少年。他又为自己弄了个新玩意儿，美名其曰工作需要。看来小坦克被他暂时忘了，接下来得弄内部装修，跟外头的步骤差不多。先除去木材表面的氧化层，铺一层铁丝网防水泥吊。壁炉是小帅搞的第一件大物，但看样子像是买的2手的。经过小帅一番整修，整得跟原来没啥两样。木屋里不能直接放壁炉，算好面积准备工作，拿木板做了个底座，底座上铺块石板隔热。别问为啥用木底座，问就是搞不清楚。给壁炉接上烟囱，这样小屋就能持续保暖。俩人坐在壁炉前含情脉脉，但那份喜悦自不用说。之前买的荷叶和门锁正好配送到家了，赶紧先装上荷叶。新门还得调整一下，门锁也得安上，测试一下，确保手感顺滑。这下这小木屋可以叫家了。房顶两边没保温，木屋里的温度还不怎么高。今晚小帅家人来看木屋，爷俩火急火燎铺保温层，再盖上一层卫板，当然得有床好好休息。为了让女儿高兴，木屋里也布置得很用心。骑车把家人接回来，女儿看到木屋乐飞了。分享好东西给家人是最幸福的，这真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事。第二天一大早送走家人，小帅马上回到工作上，给天窗铺上保温棉，正在用木板密封。天窗上那根粗大的梁，忙碌中不知不觉就会碰到，只好扔掉它，回归自然。锯掉梁木，打磨切口，看着顺眼多了。准备给木屋铺地板，把保暖性能最大化。地面先铺一层保温板，地板选的是雪松，保温隔音牺牲好处多，就是价格也挺高的，一立方也不便宜。但小帅并不担心，用螺丝一一固定地板。这事还没完，螺丝孔看着不美观，又去扩大螺眼，几点白色乳胶装饰下，不知道是装饰还是炫富。普通木板涂层木蜡油，那感觉立马出来了，成品效果让人高兴的手舞足蹈。圣诞节快到了，没灯光的节日怎能完美？赶紧装几个灯光框架，地面再用木头石板平整。框架一个人搬还挺费劲，所有框架搬来后连接，太阳能板一个个固定好，安上控制器连上线。这下木屋正式通电了。小屋的铜门现在还空着呢，真是对不起这些免费的木材，快切点木料去。做了个门框，塞上保温棉，然后木板全方位一包。捡到免费木材就得使劲造，又做了一个一样的木门，用荷叶把它固定好。后门也算是弄好了，不过感觉还差点逼格。先把一根树桩磨光，嵌进框架，倒进环氧树脂等它固化，等干了再仔细磨光，表面再刷层树脂，最后装上门锁。
这下逼格满满的。壁炉底座小帅也弄来石棉瓦了，剪掉多余的塞进木框，弄些石块简单切一切，石块间留点缝隙，用水泥填充固定。讲究的小帅还得刷上木蜡油，以后壁炉着火也不怕了。今天是头一次在木屋过圣诞，他砍了棵小树做圣诞树给女儿，希望能给女儿一个惊喜。氛围灯也得装上，女儿来了他就点了篝火和氛围灯。或许对女儿来说，这就是童话里的木屋，这样的回忆小时候有过肯定难忘，我觉得一定会很难忘。作为现代人，卫浴当然是标配，简单做了几面墙，逐个拼出浴室框架，装上木板防偷看。小帅现在这个手艺，制作一个门板就是分分钟的事，装到滑轨上手感完全不同，里面再装上木板，毕竟旁边就是电表箱，漏电的话就不是故事是事故了。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牛的男人，只因为了远离都市的喧嚣，收集了上百根超大直径的云杉，花了2年半建起豪华木屋，不仅配有现代化地暖，还有视野极佳的全景落地窗，连随手雕的酒托都这么精美。眼前这位留着山羊胡的男士，就是本期节目的主角皮特。他在斯洛文尼亚的一个偏僻小地，周围被连绵起伏的山脉包围，方圆100里只有寥寥数户人家，所以环境特别好，保持着极其原始的生态。皮特就是在这儿出生的，漂泊多年后实现了财务自由，决定回到这里安家。他现在正在砍木头，正在为新家准备建材。幸好皮特在村里人缘不错，还有不少儿时伙伴帮忙，不然这工程量他一个人真难搞定。皮特对新家的要求，简单说就是要求太高，所以对材料特别挑剔，不是100年以上的树林不用，皮特连看都不看一眼。这种直径过米的云杉，用电锯都觉得有点力不从心。经过一番努力，终于将它砍倒，这棵巨大的树终于倒下。皮特的手艺真不是盖的，收集的云杉还要彻底清理表皮，给这么大的云杉剥皮，确实是个力气活，单是剥皮就花了他10几天。木材搬运时，皮特只好从城里租了起重机。房子终于规划好了，大家一起小酌庆祝一番，希望一切都能顺利进行。有了起重机帮忙，一切都井然有序，施工进展顺利。他们得在这完成墙体的搭建，再把它们搬到地基上去。木头直径实在太粗了，得翻个面再切一次，这样才能把它劈成2半，做成墙体最底层的基础。还得在木材2边各切一个马鞍形的槽口，这样后面的木头才能扣得紧。上面那层木头呢，得精确量一量，切好后把多余的挑掉，然后仔细打磨一遍，让木头接口完美无瑕。第3层就在原有的基础上，还得在底部切个长凹槽，确保2根原木贴合的好。云杉选做建材，不光是因为它体积大，还因为它能散发出特别的香味，起到防腐和防虫的效果。休息时，皮特妻子也会做些好吃的，给大家加加油。偶尔皮特也得娱乐娱乐，消磨时间。有这么多人帮忙，房子进度自然快，1周内墙体就基本搭好了。至于房梁嘛，通常的木材面积达不到需求，所以特别设计了1根主梁，帮忙分担其他横梁的重。他打算把房子设计成2层，这些横梁将来就是2楼的地板框架。几个月下来，木材表面也慢慢变黑了，在架设前还得打磨一下。现在把打磨做完，比等房子建好再来，省得清理灰尘的麻烦。打磨后的云杉重新展现了它的本色，抛光的墙体美得很粗犷，每个细节都显示出木材精细的工艺。为了这木屋能传3代，地基他选择了混凝土浇筑，虽然花钱如流水，但成果让人挺满意的。豪气的皮特连木材之间的空隙都选择了用羊毛填充，确实挺豪气的。不过去酒吧他就骑自行车，会省的地方就省，该花的就花。下一步就是给木材打孔，这样能把处理好的木材移到地基上，调整下角度，然后就能紧密连接，再用木楔固定一下。起重机操作下，一切井然有序，都是提前处理好的木材，所以搭建速度特别快，短短几天墙体就基本完成了。下面要做的是房屋主梁，在原木上刻凹槽，用螺杆牢牢固定，侧面还要加块方木，构成稳固的3角结构。即使有起重机帮忙，这大房梁还是要多人协作。另一半房梁装上后，就开始给房顶搭巷子。跟那些木刻棱房不一样，皮特的木屋没啥花哨的设计，全靠他对那巨型巷子的信心。看着忙里忙外的2人，突然觉得这才是男人的活。最后用超大号螺丝固定，然后开始给屋顶铺望板。木材储备充足，房屋进度一路顺风。2天时间，望板铺设差不多了，锯平那些参差不齐的边，看着就顺眼多了。铺防水布的时候，2人分工明确，过程超级流畅。不过面积大，还是花了不少时间。考虑到要铺瓦片，他在内部加了些横梁，这样铺瓦片也能安心。今天不太一样，他让老婆和小姨子帮手，看他乐得嘴都歪了。老婆小姨子一帮忙，还有兄弟辅助，一股劲儿让皮特和兄弟停不下来。1天的忙碌终于画上句号，姐妹俩还特地拍张合照留念。皮特就是为了重返故土，
而迈出的第一步，将来这里将是皮特的永久住所。村子虽然不大，但应有尽有，只要立个电线杆，就能给屋里通上电。为了尽早把房子封起来，他打算给2楼铺点地板。地板材料他还是选的云杉木，因为它纹理细致、稳定不变形，所以是铺地板的最佳选择。有了地板就能开始封房子。虽然没设计图纸，但皮特心里有数。房子封起来的过程，他一个人搞确实有点难，只好再请工具人兄弟来帮忙。有了兄弟帮手，效率不是简单的1+1，干起活来简直太顺手了。趁工具人兄弟还在，皮特打算也把窗户开出来。一量好窗户尺寸就开始切，掉下的木头差点砸到相机，一起推开切下的木块。俩人好奇地看看外头风景，窗户一个个打通，屋子顿时不那么暗了，光线进来感觉整个明亮多了。窗户多了，屋子也通风了。接下来要做的是挖窗框的凹槽，然后在凹槽里塞满羊毛，再加根木棍固定，这样的窗户密封滴水不漏。每个窗户都塞好羊毛，然后对窗框细细打磨一番。打磨后的云杉木看着就很高大上，本来该安窗户了，路上却出了点小意外，结冰的路让车轮打滑动不了，幸好邻居借了铲车，事情才得以顺利解决。安窗户其实挺简单的，先得把窗框固定好，再把玻璃装进窗框，这过程得小心点儿，最后用橡胶条把窗户密封就完成了。这帮爱喝酒的家伙安装到一半，还不忘了来杯小酒，半天功夫窗户就装好了。然后他买了好多泡沫，把泡沫加进混凝土里，用来给地面做垫层，这能让地面更保温防潮。铺地面的活，皮特还是找了一帮朋友来帮忙，他自己确实忙不过来，有他们帮忙，进度就快多了。中午也安排得很丰盛，吃完饭就开始铺地暖，然后附上混凝土。这日子过得真是美得很，连鸟都来蹭暖气，根本赶都赶不走。住户还在增多，真让皮特头疼。电路这块，皮特找了村里唯一的电工，俩人花了好几天才把复杂的电路弄好。讲究的皮特还给房子装了水管，厨房和浴室的排水都预留好了，把所有电线都整理了一遍，看上去不那么让人头疼了。接下来的活，他拉来尼克帮忙。尼克的楼梯拐角也是他们一起弄的，两人都住在斯洛文尼亚，距离也不远，所以经常往来。先修了修地板，然后铺了防潮布，开始铺保温棉。但这保温棉不一般，这岩棉耐高温，保温隔热还防火，优点多多，能用上绝对是在享福。铺好保温棉后送走了尼克，准备做点别的放松一下。借了大爷家的农用机，给自家门口的地翻了翻土，种了些土豆和蔬菜，这样蔬菜就不愁了。后来带家人去附近玩了玩，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快。回来后还得继续干活，给楼上装上最后2扇窗，这外观看着挺舒心的。皮特家里有儿有女，所以他在楼上划分了好几个区域，孩子们将来各有各的房间。接着用岩棉填满所有框架，整理了一下屋子的卫生，用欧松板密封墙体，这种板材防潮防火耐高温，配合岩棉使用，安全系数直线上升。屋里的墙壁也全塞满了岩棉，除了柜几乎挑不出毛病。地板材料他选的是瓷砖，没选木板，显然这更好打理，木板比起来省事多了。厨房和卫生间都在1楼，清洁上确实省心。到了这步，弄来些家具电器，基本上就能